在那个民风保守的年代，女孩的清誉关乎她一辈子的人生。就在那一瞬间，这些画面像潮水一样涌进我的脑子里，而我会带着这份永远还不清的歉意后悔辈子。小畜生，长的脸，给我滚下来！苏婉，我错了，苏婉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毁了你的名声，这辈子我一定护你一辈子安稳。小畜生，老子就当没你个儿子，给老子滚远点，别回来脏了老陈家的门。苏婉上辈子的错，我绝不会再犯了。可是现在跑回去解释，估计没人会信，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。幸好前世跟过一位老海员，找点海货还是不难的。很快，我便发现了一个潜水洞，右手闪电般探入，一条粗壮的黄褐色海鳗硬生生从洞里拽了出来。哈哈哈，好家伙，开门红啊！检测到成功捕获海洋生物，瀚海系统激活成功，核心功能开启，契约海灵0%赶海之灵，新手任务处理并使用目标海鳗补充体力，奖励赶海值+5。接着我割下一块雪白的鳗鱼肉塞进嘴里，这玩意儿也太难吃了吧！我记得这附近有个水产收购站，专门收渔民的海货。成功使用虎斑海鳗，生存基础保障达成，赶海值+2。当前赶海值5，看来只要我的行为跟赶海相关，都能积累赶海值。不过就是不知道这赶海值有什么用处。算了，现在刚刚退潮，正是赶海的最佳时间，先去找点海货吧。我猫着腰在裸露的礁石缝隙里仔细搜寻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前世的记忆如同潮水般自然涌现，而我的动作带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熟练。捕获牡蛎5只，赶海值+1；捕获花蛤约1斤，赶海值+1；捕获石蟹3只，赶海值+1。这一片收拾的差不多了，先去把东西卖了吧。收购站设在一个小码头旁，门口排着不长的队伍。我破烂的造型和脸上未洗净的血污瞬间引起了一些注意。后生仔卖啥？小蟹小河去那边散户区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把那条虎斑鳗拍在桌子上。虎斑鳗个头不小，野生的，刚退潮，在礁石缝里掏的，7斤2两，算你1级品，1斤1块3，一共9块3毛6。这价格还算公道。还有这些小东西，你一起给个价吧。这些不怎么值钱，全部加起来10块2毛4。当我接过钱时，粗糙的手心微微出汗。首次通过赶海交易获得金钱，解锁基础货币系统，赶海值+2。钱到手后，我便迅速走向渔村里的杂货铺。给我1包粗粮饼干，再拿1捆红色的毛线。好嘞。按照这边的老规矩，出了这种丑事，男方想赔罪或者提亲，必须带着红色的东西上门。这红毛线是我唯一买得起的赔罪。为了那个被我毁了一生的姑娘，我绝对不会退缩。爹，你别去找他了。我认命了！认命！老子打断他的腿！老陈家那个小畜生，我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，这次我跟他陈大喊没完！上辈子就是这种绝望，最终逼死了苏婉。这一次，我绝不能再让悲剧重演。我鼓足勇气，敲响了那扇斑驳的木门。谁呀？叔，是我林北。你还敢来？看老子不打死你！苏德厚举起木棍，我没有躲闪，反而直挺挺地跪在了门口。这举动让暴怒的苏德厚都愣了一下。叔，是我对不起苏婉。您打死我，我绝不还手。但请您听我说完。我今天对天发誓，以前那个混账东西已经死在海里了。我今天来是求您和苏婉给我一个机会。这是我今天赶海挣的钱买的，我知道这不算什么，但以后我会靠自己的双手让苏婉过上好日子。拿着你的破毛线滚！苏婉就是嫁不出去，也不会跟你这个苏德厚最终狠狠地把门关上。我在门外跪了足足1刻钟，直到门内苏婉压抑的哭声渐渐变小。看来今天这关算是勉强过了。我默默起身，把那捆红毛线轻轻放在了门槛边。离开后，我买了一把柴刀和一小卷尼龙绳，顺便还买了点粗盐，然后编织了2个蟹笼放进深水区，成功制作并投放初级蟹笼2个，赶海值+5。当前赶海值15，检测到宿主赶海值达到15点。解锁瀚海之眼可微弱感知10米范围内，具有特殊生命反应或高价值海洋目标。下一秒，一股微弱的清凉感流过我的双眼，我下意识地看向旁边潮湿的礁石缝隙，一朵暗红色的海葵正吸附在那里。哈哈，有了这个功能，以后赶海就如虎添翼了。蟹笼捕蟹需要时间，先回家休息一下，明天一早再来看看。我拖着疲惫的身体，朝着记忆中的家走去。不料我刚推开家里的木门，谁？你还敢回来？爹，等等。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错？你他妈要错哪儿了？老陈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苏婉那丫头多好的姑娘啊！你让我拿什么脸去见你后叔？爹，我不该在村里传闲话玷污苏婉清白，是我鬼迷心窍。爹，您再信我一次，以前那个混账的我真的死在海里了。我发誓，从今往后我要堂堂正的活出个人样来。我要弥补我造的孽。老爹死死盯着我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油滑和闪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偏执的坚定。他握着木棍的手，最终缓缓放下来。别打二哥了，二哥，你头流血了。妹妹是前世唯一还对我抱有亲情的人。二哥，你擦擦。当初我最难的时候，还是靠着他的口粮才勉强撑了过去。一想到这儿，我心中便涌起一股暖聊和愧疚。滚进去，把你这身收拾收拾，看着就烦。爹，我娘呢？还能去哪儿？去湾子滩了。湾子滩？今天15，糟了！阿娘前世就是这天去捡海货，差点被潮水卷走。爹，我去湾子滩找娘。你去添什么乱？别又惹出什么事来！
我知道我以前混蛋，但赶海我真的会一点儿。我去帮忙，绝不给娘添乱。算了，爹，我先去了，其他的我们回头再说。这孩子。我跑步来到滩涂，喘着粗气四处张望。滩涂上人声鼎沸，村民们拿着煤油灯弯腰寻找海货。娘，林北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头上的伤……稀客，大少爷也来体验生活了，还是觉得你娘捡的太少，你来帮倒忙？我没理他，快步走到李秀兰身边。娘，您歇会儿，我来帮您。您拿着这个，帮我看着点就行。你会吗？放心吧，娘。您看着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悄然发动了瀚海之眼，一股清凉的气流瞬间流过双眼。滩涂上出现了一些淡蓝色的光点，这系统果然给力，还真发现了高价值目标。我立刻选定一个蓝点，举起铁锹狠狠挖了下去。一敲下去，一个巴掌大的花蛤赫然出现在眼前。捕获巨型花蛤，赶海之家2。哟呵，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我没说话，迅速锁定了下一个更亮的蓝点。这一次翻开的淤泥里，赫然躺着2只足有拇指粗的竹节蛏。捕获巨型竹蛏，赶海之家2。李秀兰忍不住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：“哼，走狗屎运！”我依旧沉默，动作却越来越快。仅仅半个小时，背上的破篓子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丰盈起来。林北，你咋这么厉害了？娘，我说了，我以后会好好干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以前就是个废物啊，赶海连小河都不如，今天怎么像开了挂一样？赵春梅看着篓子里的大蟒，再看看自己的，心里的酸水咕嘟咕嘟往外冒，于是也跟着我屁股后面，想着看能不能也捡点好货。而我不知不觉移动到了滩涂的另一片区域。正当我准备挖下一个蓝点时，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咱们沃沃村大名鼎鼎的02料子吗？白天刚干完偷鸡摸狗不要脸皮的勾当，晚上还有脸跑滩上来。怎么苏婉娘们的洗澡没看够，还想来滩上看看有没有别的娘们换衣裳啊？周翠花的话直戳我的痛处，也引得附近的人投来异样的目光。我眼神骤然一冷，攥着敲柄的手紧了紧。前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不要和这种泼妇纠缠。哎，说你呢，聋了，滚开！这地方是老娘先来的，老娘的地盘，轮得到你个流氓来挖？赶紧滚蛋，别脏了老娘的滩！滩是公家的，没有谁的地盘这一说。你能挖，我自然也能挖。胡说八道，什么公家的？在我眼里这就是我的地盘。你爹陈大河也是个糊涂人，教出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。你娘生了你这么个不知好歹的也是命苦。我看你们郑家男人都不顶用，就剩你娘一个人带着你们几个没出息的一家子歪瓜走，还有脸出来丢人现眼。闻言，我额头青筋暴起，眼中怒火几乎要喷出来。就在我忍无可忍，准备先给这泼妇一敲尝尝时，周翠花，你个烂嘴婆娘，你骂谁家男人死绝了？老娘撕了你的臭嘴！是嫂子的声音，她从后面冲了上来。你个不知羞耻的东西，自己男人没本事出海打鱼，回回空手而归，你就跑这滩上撒泼闹事。我老陈家再不好，我小叔子再不成器，我公爹也是堂堂正正的老渔民，轮得到你这个没教养的来指手画脚？我看是你家男人不顶事儿，你才跟个疯子一样到处乱咬人吧？切，赵春梅你什么你？还有你这个跟屁虫，整天跟在你姐屁股后面嚼舌根，当初做不光彩的事儿被人堵在屋里忘了，要不要老娘在这滩上好好给你说道说道？一对不知廉耻的姐妹，还有脸在这编排别人家？我呸！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还嫌不够丢人？跟个疯婆娘较什么劲？呸！什么玩意儿？再敢骂我老陈家，老娘撕了你们的嘴！小叔你也是的，他们都骑到你头上拉屎了，也不见你反驳一下。今天算你运气好，赶紧挖吧，挖完了好回去。说完，他也不再掩饰，紧紧跟在我侧后方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视我挖过的每一个地方，希望能捡点漏网之鱼。前世只觉得大嫂刻薄贪婪，不成想她还有泼辣护短的另一面。虽然她的出发点未必是维护，但这份为了家族敢于战斗的汉语，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我摇了摇头，不再多想，重新举起铁锹，朝着幽蓝光芒挖了下去。一声沉闷的响声，铁锹头似乎碰到了什么硬物，我小心翼翼地撬动周围的淤泥，一个足有脸盆大小的硬物显露了出来。我的心脏砰砰直跳，蹲下身扒开表面的淤泥，当污垢被擦去一部分，周围瞬间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。好大，啥东西？这么大个石头？是戳鱼！我的娘嘞，这么大的戳鱼！发现珍稀海洋生物，大型车渠赶海之家20。运气占了各位叔伯的光了，娘，咱回家。哎，回家回家。这都能挖到，运气也太好了。要是我挖到，儿子的学费就不用愁了。看着我抱着宝贝往家走，嫂子赶紧拎起自己的收获也跟了上去。当我将那沉甸甸的车渠放在院子里时，整个院子再次陷入了死寂。湾子滩挖的，这真的是吃鼻！我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挖到过，如今竟然被自己这个废物的儿子挖到了。老头，你是没看见林北今天神了，一挖一个准，这宝贝也是他。我没立刻解释，当即找了个大木盆，把车渠沉入盆底，用海水养着。虽然这玩意儿离了海水也死不了，但泡着水总能保持新鲜度，卖相也好。二哥，这是什么呀？川米，你看它像不像海里的大石头？它是活的吗？活的，你看它在水里睡觉呢。真的吗？就在这时，院门口人影一闪，嫂子放下自己的东西后，便立刻凑到水盆边。真是稀罕物，
他搓着手看着我，脸上堆起笑容，可嗓子眼里的话转了3圈，终于还是没直接说出来。呵呵，想不到大嫂还有腼腆的一面。娘，今天咱家逮着这么大个宝贝，是喜事儿，杀只鸡吃吧，好好补补。杀什么鸡败家？爹，您看我这头伤还没好利索呢。再说不得庆祝庆祝啊，让娘和小何也沾沾油水嘛。小何听到有鸡吃，眼睛瞬间亮了。行，杀那只最大的红公鸡，它最能抢食，还不爱下蛋，今天就拿它开刀。娘，您歇着，今天我来吧。不一会功夫，一锅热气腾腾的海鲜鸡汤便端上了餐桌。开饭啦！好香啊，二哥！娘，好香啊，我要吃！站住！你看看你像个什么样子，浑身是泥，滚去洗手，洗不干净别想吃。春梅呀，忙活一晚上了，一起过来吃点吧。那就谢谢娘了。陈海生也循着香气回来，闷头喝了一大口汤。好吃，好吃好吃，二叔做的饭比娘做的好吃100倍。有那么夸张吗？这顿饭在一种微妙而温馨的气氛中进行。林北，那长老你打算咋办？明天我跟你去镇上水产站吧，那东西沉，我帮你抬。看着大哥眼中笨拙的关切，我心中一暖。好哥，明天麻烦你了。院外月光如水，水盆里的砗磲依旧沉默，但屋内这顿饭因他而起，也已经悄然改变了陈家的一些东西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我早早醒来，轻手轻脚走出屋门，直奔大哥陈海生家的小院。来了，走吧。哥，这东西死沉了，到东沙镇6、7里地，万一晒死就不值钱了。我去叫刘铁蛋，他爹有拖拉机，请他跑一趟，给他点油钱。行，你去喊，我在这儿看着。话音刚落，院外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林北，听说你挖到宝贝了，真的假的？快让我看看，啥宝贝啊？听他们吹得跟磨盘似的。我的个亲娘哎，这么大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别乱动，这可是活的，金贵着呢。铁蛋儿，帮个忙，你爹的拖拉机跑一趟东沙镇水产站，油钱我给。嗨，咱俩谁跟谁？还用说油钱？等着。不一会，院外就传来突突突熟悉的柴油机轰鸣声。等3人把车具搬上车后，便朝着水产站驶去。当我把车具抬下来时，立刻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。嚯，这是啥玩意儿？好大的贝壳！车鱼是车鱼，我的老天爷，这么大个！同志您好，我们有个大个的海贝想卖，您给看看，这么大个。车鱼这玩意儿主要是壳肉，死了就不值钱了。先按壳重和预估的肉重，大概能给你500块左右吧，具体还得等主任来了定。500块左右。500块，那可是普通工人半年的收入啊！500，同志，你也太保守了吧？我出550，600，小伙子卖给我。你们别瞎起哄，买卖要讲规矩的。650。嚯，诸位请让一让。小兄弟，这车炉是你弄到的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是昨晚退潮时在礁石滩下面挖到的，还活着。闻言，中年男人用手仔细摸了摸车躯边缘的软组织，又轻轻敲击了一下，侧耳倾听，鲜活度保持的不错，品相上优。这样吧，小兄弟，我给你850块。这东沙镇绝对找不到比我出价更高的。陈海生和刘铁蛋的呼吸都急促起来，可我依旧盯着车躯，没有松口。小兄弟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这只楚鱼虽然大，但天然珍珠形成几率本就极低，能形成高品质的更是凤毛麟角。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万一，赌上眼前这实实在在的850块，值得吗？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这样吧，我再加30，凑个好数，880，这是我的最终出价。小兄弟，你考虑清楚。林北，卖了吧，880呀，够盖一间大瓦房了。那珍珠都是没影的事儿。是啊，880，我的老天爷，快答应啊！过了这村没这店了。行，880，卖了。小兄弟，钱货2清，你点一点。我接过那厚厚一沓钞票，当着众人的面仔细清点。交易完成，中年男人递给我一张名片。小兄弟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，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稀罕的海货，可以直接找我，价钱绝对公道。钱经理，多谢了，以后有好东西一定先想着您。转头压低声音：哥，铁蛋儿，赶紧走。两人二话不说，收拾好东西，麻溜的跳上拖拉机，突突突的柴油机刚窜出10斤，身后就传来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。3、4个穿着花衬衫的青年从水产站里追了出来，冲着我们的背影直跺脚。跑得倒快，煮熟的鸭子飞了！开拖拉机的那个是刘铁蛋吧？哼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吓死老子了！林北，你刚才反应真快，那几个家伙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就停这儿吧。我跳下车，从兜里抽出一沓钱，塞进大哥手里。哥，拿着。你这是干啥？这矬子是你一个人找到的，钱你自己收着，我不能要。哥，跟我还分那么清？我把钱硬塞进他掌心。今天要不是你帮我，我一个人能弄来镇上。再说了，石头的学费和书本费凑够了吗？这钱你拿着，该交学费交学费，该买粮食买粮食。这句话像一根针，精准地戳中了陈海生内心最深的忧虑。他张了张嘴，眼圈微微泛红，到底没再推辞。林北，事儿办完了，走呗，跟我去西头门那边打牌。铁蛋儿，以后这种地方我都不会去了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恍然大悟，不去了？为啥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因为苏婉吧？行，兄弟我懂，浪子回头嘛，争取早点把事儿办了。嘿嘿嘿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用胳膊肘暧昧的捅我。刘铁蛋虽然也是个二流子，但本质并不坏。前世就算我穷困潦倒，他也没有嫌弃过我。滚蛋，赶紧回去吧，别让你爹等急了。得嘞，回头一定喊我喝喜酒啊！等刘铁蛋的拖拉机彻底消失在村道尽头，我对陈海生说：哥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去趟供销社买点东西去苏婉家。去苏婉家是该去，你做了那混账事儿，
是该好好赔罪。海叔虽然脾气暴，但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要是他还在气头上打你2下，你也得忍着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哥放心。不一会，我就带着1斤猪肉和2包糖果来到了苏家。刚进院门，一眼就看到了苏婉，她正专注地缝补着一张渔网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她身上，勾勒出纤细而安静的轮廓。那份专注和温婉，透着一股动人的娴静。我的心跳莫名漏了一拍。上辈子毁了你的人生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能这样安静地看着你真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放轻脚步走过去，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停下。苏婉，你怎么来了？苏婉，你别怕，我就是想来看看。昨天的事是我混蛋，我向你道歉。这个是我今天卖了那个大贝壳买，给家里补补身子。给我？你卖了宝贝买肉给我干嘛？来炫耀你有钱？他的声音微微发颤，眼眶有些泛红。不是的，我知道我以前混账，也知道自己配不上你，但我是真心的，我想对你好。真心。苏婉低下头，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。我们没关系。我不是你的神。他的话像一盆冷水，瞬间浇灭了我那点微弱的希望。是啊，我们现在什么关系都不是，有什么资格说要对他好呢？气氛瞬间变得无比尴尬和沉默。就在这时，院门被人猛地一脚踹开。小畜生，你还敢来我家？老子昨天说话你当放屁是吧？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爹，他不是小畜生！苏德厚举着一把剑，怒气冲冲地扑了过来。苏婉吓得脸色发白，我头皮一炸，本能地往旁边一扑，锄头擦着我的头皮，狠狠砸在地上，溅起一片尘土，魂都吓飞了。我连滚带爬地窜起来，拔腿就往外跑。苏德厚追到门口，扶着门框喘粗气。站住！不要脸的东西，有种别跑！再敢来，老子打断你的狗腿，扔海里喂鱼！院子里，苏婉站在石桌旁，看着那包猪肉和糖果，咬紧了嘴唇。爹，那肉挺贵的，而且娘也好久没吃肉了。哼，就当那小子赔罪的，但是他想娶你，门儿都没有。我苏德厚就算饿死，也绝不会把闺女嫁给那种混账东西。我从苏家逃走后，灰头土脸的回到了自家院子。赵春梅正在院子里晾衣服。林北回来了，听你哥说了，那大贝壳卖了800多块，真有本事。石头的学费能凑齐，多亏了你。我抹了把脸上的灰。嫂子别客气，应该的。石头呢？去北边林子挖螃蟹去了。北边林子那地方靠着海，有片红树林，确实有很多大螃蟹。等会儿我去看看。说完，我转身进了自家屋门。爹娘，卖错包的钱都在这儿了。我把剩下的钱递了过去。这钱娘先给你收着，等你以后成家了，给你盖新房子。爹娘，我去北边林子看看石头，顺便挖点螃蟹。小何，走，跟二哥挖螃蟹去。小何蹦蹦跳跳的跟了上来。很快，我在林子边缘找到了石头。二叔，你们来干嘛？这地方螃蟹精得很，不好抓。我微微一笑，蹲下身，悄然开启瀚海之眼。眼前的世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蓝光。我锁定了一个稍亮的光点，先用铁签的尖端小心翼翼地拨开坑口的烂树叶，接着将铁签缓缓探入洞中，动作轻柔的左右试探，最后手腕猛地一发力。哇，螃蟹，好大的螃蟹啊！二叔你好厉害！仅仅半个小时，我便足足捉了7只青蟹。接着，我走到一处光芒最耀眼的地方，如法炮制。很快，又一个大家伙猛地从洞里被撬了出来。这只青蟹的体型远超之前任何一只，一出来就气势汹汹地举起双钳，试图攻击眼前的不速之客。我看准时机，用铁签精准地压住了它的贝壳，然后用准备好的结实草绳，熟练地将它的2个大钳子分别捆紧。二叔太厉害了！哇，好大的螃蟹！二哥你真棒！二叔，你怎么知道那里有螃蟹的，而且还这么大？多看多琢磨。走吧，把这些小的卖了去。成功捕获青蟹7只，赶海值+1；成功捕获青蟹王1只，赶海值+5。当前赶海值62。很快，我们便来到水产收购站。你小子怎么来了？听说你昨天挖到铲脖，一早就拉去镇上卖了高价，也不拿来让我长长眼。赵叔，卖点螃蟹。哟，你小子运气不错啊，又搞到好东西了。可惜，那大贝壳没让叔开开眼。下次，有好东西一定先让赵叔看。哼，这些算你15块吧。行。卖完后，我便带着2人往回走。可赵叔眼尖。哎，那是什么？你小子还藏私？这个不卖，拿回去给爹娘尝尝鲜。这臭小子，这只怎么没卖？娘，这蟹王难得，咱们留下自己吃顿好的。你看小何和石头都馋着呢。这么大一只，得值好几块钱吧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败家？留着吃，家里啥条件你不知道？娘，那咱更该吃了。吃了它，您就不用补那2天了。娘啊，你要是知道以后这么大一只野生青蟹王，没个上千块根本拿不下来，估计你更舍不得。吃就知道吃，全是大风刮来的，败家玩意儿。二哥真吃吗？小何一听中午能吃大螃蟹，眼睛都亮了。好像自从二哥去偷看苏婉姐姐后，自己就有肉吃了。二哥再去偷看一次就好了，那样自己就能天天吃肉了。早点睡啊！爹，有啥事儿？明天出海，不早点睡，看你起不来不？正好验证一下瀚海之眼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。林北，你来了，爹和你哥都准备好了，快点！你爹说潮水不等人。推门出去，父子3人沉默地朝着海边小船的方向走去。再次踏上这条小路，一切还是那么熟悉。但与上辈子不一样的是，这次身边有着沉默而可靠的父兄。没多久，父子3人便来到了小船上。老爹陈大河蹲在船头，仔细检查着缆绳和船大啊舷。河，这么早啊？
哟，林北小子也来了。听说你小子这2天运气冲天啊，又是蝉衣又是大螃蟹的，比你爹当年还能耐。陈叔早，运气都是运气，运气也是本事，看着是比从前精神多了。好好跟你爹学，这大海有本事就能喂饱人。海生解烂，林北坐稳了。我悄然开启了瀚海之眼，眼前的世界像是蒙了一层很淡的蓝光，虽然看得清楚，可惜看不远。大海广阔，就这10来米的视野，跟瞎子差不多。我紧紧地趴在船边，身子往前探了大半截，死死盯着那些小鱼，想找出大鱼追猎它们的痕迹。这小子头回出海就吓傻了，趴船边找死呢。看啥？坐稳，别掉下去喂鱼。而我全副心思都在海里，根本没听见。旁边的陈海生也觉着不对劲，轻轻推了下我的肩膀，不料我被吓了一跳，身子一歪，扑通一声便栽进了冰冷的海水。陈海生想也没想，一头扎进水里，几乎瞬间便抓住我的胳膊。陈大河也趴在船边伸手，爷俩连拖带拽，才把呛得直咳的我拖上船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趴船边找死啊！爹，哥，好大的马鲛鱼群！刚才在水里看见的，就在咱们船前，前面几十米。马鲛鱼，看清了，看清了，身子又长又扁，像刀片。青黑带点子，游得贼快。陈大河一愣，是那种青黑带点儿，游得飞快，一大群追着小银鱼的吗？是的，我掉下去那会儿离得近，看得真的。陈大河抓住柴油机启动绳，狠命一拽，柴油机疯了一样吼起来。他直接把油门推到底，小船像被抽了一鞭子，用最快速度冲向我说的地方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你是马鲛鱼群，你小子走了狗屎运！快下网，快下网！趁鱼群还没散，快第2网。接着便是第3网、第4网，到后来我已经记不清撒了多少网。胳膊酸疼的抬不起来，手指划了好几道口子。陈大河终于松了油门。行了，捞不动了，值了，这一趟能顶半个月。虽然累，但这可是重生的第1网，值了。看来同品类的海洋生物，只有第一次抓到会提供干海吃。林北，没想到啊，你小子这一头栽海里，还栽出个金山来，这叫祭观音，懂不懂？诚心着呢。放屁！观音娘娘也是你能编排的。再胡说八道，老子把你扔海里！闻言，我缩了缩脖子。我们这里和其他地方不一样，虽然也有祭拜妈祖，但真正被奉为海神的是观音。爹，咱还去古岛背面不？油还够，时辰也早，去。空着半舱回去像什么话？再撒几网，没货就回。小船重新发动，约莫半个钟头，终于绕到了孤岛背面。我下意识地发动了瀚海之眼。我靠，前面居然有野生大石斑，那货值老鼻子钱了。可惜海底有漩涡和暗流，小船根本无法靠近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一条小舢板慢悠悠地飘了过来。老陈头，咋样？这趟有货没？没啥像样的，就捞了几网马鲛，凑合着吧。哦，哼，老陈头，你这都快爆仓了，还凑合？你们这是发财了？发财啥？这鱼不值钱，也就图个量多。量多也是钱啊！这一趟顶我们忙活好几天的，你们在哪儿搞到的？这运气也太好了。你呢？这边怎么样？搞到点啥？别提了，撒了好几网，竟是杂七杂八的小鱼籽儿，都不够油钱。这地方看着好，就是不聚鱼。王老五叹了口气，不凑过来。老陈哥，你们那马鲛到底在哪儿打的？给老弟偷个籽儿呗。就来的路上，离这大概3、4里地，那会儿正好碰上鱼群追食，跳得跟下饺子似的。王老五一拍大腿，真是谢了老哥，我也去碰碰运气，回见。说完，他也朝着陈大河指的方向加足马力冲了过去。咱也下网试试水。可一网下去，只有零星几条小鱼，紧接着的几网也同样如此。陈大河皱了皱眉，把小鱼扔回海里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海风突然变了味，带着一股湿漉漉的凉气。陈大河抬头一看，才发现东边缓慢飘来老大一片乌云。要变天了，看这架势，大鲍鱼要来了，赶紧收网回了。陈海生应了一声，便手脚麻利的开始收拢渔网，而我却盯着船边那片深悠悠的海水。刚刚海底好像有什么东西隐隐发光，可惜太远了没能看清。就这样走也太亏了。爹，让我下水瞅瞅吧，就一会儿，头回跟着出海，想看看海底啥样。你放屁眼下了，没见这天要塌了，浪都拱起来了，找死啊你个小兔崽子！爹，我就下去瞄一眼，马上上来。您忘了早上我不也瞅见鱼群了吗？您不放心，就让大哥跟着我。这小子确实有点运气，10来分钟，这点时间还是有的。再说海生看着应该不会有问题。他咬了咬牙，海生，你跟他下去，给老子看紧点，就5分钟。兄弟俩也不废话，扑通一声就扎进了冰凉的海水，两人大概潜了10几米，胸口就有点发闷，赶紧蹬腿扶上来换气。看着啥没？没，太深了，还没到底。哥，我再下去一次。我猛吸一口气，卯足了劲朝着海底扎去，耳朵被水压得生疼，胸口憋得快要炸开。就在我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脚底板终于蹭到了软乎乎的海，我立刻发动了瀚海之眼。突然，前方大礁石底下几团蓝色的亮光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哈哈，终于找到你们了！我靠，居然是龙虾，其中还有一只接近半米长的龙虾王，这下真发了！我赶紧拼命挥手，立马解下网笼，小心翼翼地靠近。龙虾王似乎感觉到了危险，尾扇微微张开，摆出了随时逃跑的架势。见状，我屏住呼吸，慢慢把手伸过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龙虾王粗壮的尾部猛地一抬，一股泥沙瞬间搅浑了海底。幸好陈海生早有准备，看准他逃跑的方向，结结实实把龙虾王兜了个正着。
我眼疾手快，按住了旁边一只稍小的龙虾。成功抓到大龙虾1只，赶海值+3；成功抓到龙虾王1只，赶海值+10。当前赶海值80。眼见石缝里好像还有动静，但我们的肺都要憋炸，我赶紧朝大哥比划了个上去的手势，两人同时冲破海面，贪婪的大口呼吸着空气，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，大雨已经落了下来。哼，小兔崽子，要变天了还磨蹭，找死是不是？老子！他的骂声戛然而止，眼睛直直盯着网兜里那只巨大的龙虾王。娘嘞，这虾成精了！老子活了半辈子，头回见着这么大个的，这小子难道是龙王爷亲儿子？一会儿矬奴，一会儿青蟹王，现在又弄了个虾祖宗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声炸雷瞬间在头顶劈开，豆大的雨点顷刻间连成了线。陈大河猛的一个激灵，从震惊中回过神，都抓紧了！但就在返航途中，陈大河眼睛猛地一眯，死死盯住孤岛另一侧的海。还没走。喂，快走啊！要下大暴雨了，搁这等死啊！陈大河双手拢在嘴边，用尽力气朝着那艘白船嘶吼。爹，他们好像在挥手，不好，爹哥，他们应该是触礁了，船动不了了。这孤岛周围暗礁密布，本地老渔民都得小心翼翼绕着走，他们一看就不是本地人，不触礁才怪。可眼下这鬼天气，自家小船随时可能翻沉。爹，不要犹豫了，再靠过去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是啊，爹，咱得过去看看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林北，稳住船，靠过去。林北把水往外瞄。陈海生立刻拼命转动船舵，对抗着风浪艰难的调转船板。我抓起舱底一个破口，跪在船板上拼命往外舀水。小船顶着狂风巨浪，艰难地朝着被困的白船驶去。海生，停！前面有暗礁，不能再往前了。爹，那咋办？皇上，还是你跟我下水。林北，你待在船上看好船，稳住绳子。不行，爹，我也去。看好船。松了紧你都得管，这是你老子和你亲哥哥的命。爹，你们小心。随后，父子俩先后跃入了汹涌的海水中，10几米的距离，平时眨眼就到，可此刻却游得异常艰难。风浪好几次把两人拍进水里。船头那2个年轻人看到生存的希望，激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，趴在船舷边拼命伸手。其中的金表男看着下面汹涌的海水，快，救命啊！吓得脸色惨白。快下来，一个一个来！但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，他一咬牙，抱紧我，千万别松手！还有上面那个，快点下来！抱紧我，游回去，快点！我在船上看得心惊胆战，听到老爹的吼声后，立刻开始收绳子。4个人在绳子的牵引下，艰难地朝着小船的方向移动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快要撤离时，一阵狂风从侧面猛地刮来，白船甲板上一把折叠椅打下去，朝着水里的4人狠狠砸了下来。那椅子不偏不倚，砸在了陈海生架着眼镜男的那条胳膊上。明哲，救救他！快救救他！他是我亲兄弟，只要您救他上来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闭嘴，海生，回船！陈海生看着那串渐渐消失的气泡，眼睛都红了。但他知道爹说的对，他咬着牙，借着腰间的绳子，拼命往小船的方向蹬水。你不要命了？下去就是送死！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声清晰的落水声从他们侧方传来，只见我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，迅速朝着眼镜男沉没的方向前去。小兔崽子，你给老子回来！回来！回来！被陈大河架着的金表男也愣住，呆呆地看着那片海水。陈大河肺都要气炸了，可他此刻一手架着个人身在水中，根本无能为力。与此同时，我下海后便立即发动了瀚海之眼，很快在水下7、8米深的位置找到了那个眼镜男，他正在水里乱抓乱蹦，嘴里不停地冒着气泡。我绕到他背后，紧紧抱住他的胸口，然后拖着他拼命往上浮。就在我往上浮了2、3米时，突然我的后背撞上了一个东西，一瞬间我浑身汗毛都竖起来。我靠，居然是虎鲸！虽然听说虎鲸在野外很少伤人，但那只是听说啊。现在这情况，如果被眼前这家伙缠住，那后果……那头虎鲸似乎只是好奇，绕着他们游了一圈，可我却头皮发麻，因为不远处又有几条同样巨大的虎鲸，隐隐把我们围在了中间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就算不被虎鲸吃了，我们也得淹死。我把心一横，2条腿拼命蹬水，不管了。然而在我全力上浮的瞬间，下意识地朝搁浅的白船看了一眼。只见那艘船底附近好像有一团小小的黑白影子，原来有一头小虎鲸被渔网困住，而那些大虎鲸正在向我求救。但是这个人已经快撑不住，还是先救人要紧。我咬着牙继续往上蹬。2人终于冲破了水面，雨水巨大的声响和混乱瞬间包围了我。林北！小船很快靠近，几人合力之下，才把已经昏死的眼镜男拖上船板。明哲，明哲，明哲！小兔崽子，你不要命了！爹，我马上回来！老子回去非扒了个皮不可！快上来，快！爹，我马上回来！我只来得及吼出这一句，身体借力向后一仰。陈林北，你个混账，王八羔子，你到底要干啥？
祖宗保佑你，可千万别出事儿，千万别出事儿啊！而我重新扎入水下后，便立刻朝着小虎鲸的方向游去。很快，我找到了那条被困的小虎鲸，它小小的身体被渔网紧紧勒着，不时发出痛苦又可怜的呜咽。我游到近前，小心翼翼地抓住那些勒得最紧的网线，顺着那些被礁石磨破的口子，一点点地把坚韧的网线撕开。小虎鲸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意图，虽然还在痛苦的呜咽，但挣扎的幅度明显小了些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当最后一道网线被我扯断时，小家伙，你自由了。任务完成，成功捕获货物幼崽，赶海值加20，当前赶海值100，检测到目标生物虎鲸幼崽，对宿主处于高度友好状态，可尝试契约，契约成功率提升。虎鲸能契约，那还等什么？消耗100点赶海值进行契约。随着提示音落下，小虎鲸身上突然泛起蓝色的光，一瞬间，我感觉和它之间好像多了一道武器。契约成功，目标生物虎鲸幼崽已与宿主建立初级精神连接。我心头一松，上去，我必须上去。只觉眼前金星乱冒，意识开始模糊。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双腿猛地一蹬，朝着记忆中的水面方向拼命游去。可水下太浑了，方向感早就乱了。我感觉自己好像离水面越来越远了，周围越来越暗。我才刚重生，刚有点起色，就要淹死在这海底了。我可能是最倒霉的重生者。就在我意识越来越模糊时，突然一股强大的力量稳稳地拖住了我下沉的身体。是那条小虎鲸，它用宽阔而有力的努力带着我朝着水面冲了上去。当冰冷的海水被迫开，我顾不上其他，只是贪婪地呼吸着空气。真是多亏了小虎鲸，如果不是它，估计这次我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我们的船呢？爹，不会是放弃我走了吧？我们的船呢？可我视线所及，只有灰暗的天空。经过不断的寻找，终于在大概100多米外看到了那个在风浪中剧烈颠簸的小黑笔。与此同时，突然金表男好像听到了什么，猛地抬起头。那边有人在挥手。陈大河猛地转，是林北，开过去。透过迷茫的雨，隐约看到了一只正奋力挥舞的手。小船快速接近，陈大河和陈海生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把我弄上船。幸好有老爹和大哥，不然这次真的完蛋了。小兔崽子，人不是救上来了吗？你下去找死啊！你知不知道，老子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那么近距离接触虎鲸还是头一回。别慌，这玩意儿在咱们这儿没听说过伤人的，他们好像就是路过。嘿嘿，这小东西还挺聪明。好了，快开船，等下他们回来就麻烦了。好。同一时间，燕窝山码头收购站，李秀兰正死死地盯着灰蒙蒙的海面，两只手不自觉地搓着衣角。陈小荷挨着娘站着，小手紧紧抓着李秀兰的裤腿，小脸上全是担心。秀兰，别太急，大河都跑海多少年了，啥风浪没见过？兴许是鱼多耽搁了。可是这么大的风浪，就算海里掉金镜，当家的船都回来了，就我们家的没有。哎，观音娘娘，请你一定要保佑他们父子3人平安归来。娘，别怕，爹和哥哥们快回来了。我相信哥哥他们会平安回来的。李秀兰眼眶发红。秀兰嫂子！就在这时，一个黑瘦的人影顶着块破塑料布跑过来。老五，看见大河他们了吗？看见了，我船回来晚，路过孤岛那边，好像瞅见大河哥的船了。那他们咋样？为啥还不回来？当时孤岛背面那儿有一艘白色的船搁浅了，然后我就瞅见大河哥的船好像靠过去了。你是说大河他们去救那白船上的人了？我看着像，那白船卡在那儿根本动不了。大河哥那脾气，看见了肯定得管。听到肯定的回答，李秀兰眼前瞬间发黑，差点没站住。旁边的一个妇人赶紧扶住她。李秀兰摆摆手，嘴唇哆嗦着，却说不出话。现在风浪那么大，更别说还要去救人，这是拿命去拼啊！现在风浪那么大，这是拿命去拼啊！要是他们爷仨有个3长2短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秀兰，别自己吓自己。大河哥说不定这会儿已经救完人，正往回赶呢。就是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大河哥他们肯定没事儿。可就在这时，旁边一个阴恻恻的声音插了进来。那可说不准。去年老树头不就是在大风天去救人吗？结果呢，人没救上来不说，自己反倒搭进去了。家老小都指望他吃饭的，没了男人，天天吃不饱穿不暖的，过得老惨了。周翠花，不会说话就闭嘴。咋啦？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？大家伙都看见了，那孤儿寡母的日子过得多难啊！周翠花，你闭嘴！你在说里这些，大河他们是去救人，是积德的好事儿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周翠花翻了个白眼。哟呵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苏婉啊！怎么这就护上婆家了？还没过门呢吧？人家陈家认不认你这媳妇还两说呢。我就是看不惯你在这里说风凉话。大河叔他们冒着危险去救人，你却在这里咒他们。我羞他们，我咒他们，我说的是事实啊！老树头不就是例子吗？秀兰嫂子，我这不是为你好，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吗？你就是嫉妒林北捡到了大车区，嫉妒大河叔家日子要好了，巴不得他们出事。放屁！捡个破贝壳能当饭吃？我只是好心提醒秀兰嫂子。
别到时候够了，周翠花，你再多说一个字，信不信我替你家赵大柱教训你？大河他们现在生死未卜，你在这里挑拨离间，安的什么心？周翠花啐了一口，悻悻地缩了回去。再敢胡咧咧，就滚出去淋雨去！苏婉咬了咬嘴唇，紧紧盯着灰蒙蒙的海面，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。